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被定义为一条单向流动的直线，由无数个离散的瞬间粒子串联而成。每一个滴答声都是一个时间粒子的落下，过去、现在与未来泾渭分明。然而，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体验中，时间却从不是线性的。当你专注于创造时，几个小时如微秒般流逝；当你陷入痛苦时，1秒钟会被无限拉长。时间在意识中展现出波状的扩散与叠加，这就像是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时间在物理测量下呈粒子态，但在意识体验中呈波胞态。意识的觉醒就是去体证时间的波状实相。这种时间的波状特征源于大脑的预测与记忆网络。大脑并非单纯记录当下，它总是将过去的记忆模板与未来的预测方案共同叠加在当下的处理周期中。这在神经科学中被称为注意力的分布与合成。在意识的波包中，过去并未消逝，未来早已存在，它们以干扰图样的形式共同塑造了你此时此地的感受。如果你带着未解决的创伤，你当下的时间波就会被悲伤的波形所调伏。你并非活在单纯的现在，而是活在一个过去与未来无限重叠的波包里。觉醒就是去清理这个波包的杂讯。当我们将时间视为波，执着的立足点就开始瓦解。小我的执着本质上是对某个特定时间粒子点的抓取，比如一个特定的成就或一段失去的感情。但波是无法被抓取的，它是一股流动、扩散的能量。禅修的功课是引导你放开对单个粒子的执着，将意识调谐到整条时间波的流动中。你开始明白，当下的痛苦只是这条波浪的一个低谷，而喜悦则是它的波峰，它们共同构成了你生命完整的波形。当你学会欣赏整条波的美丽，内在的对抗就会停止，心灵复归安详。从非二元的禅意角度来看，时间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实践无常 Anicca 与无我 Anatta。时间是波，意味着根本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此时此地。每一秒的实相都在扩散，在演变。你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2次，你也无法保留任何一个不变的瞬间。小我试图建立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类别，这是在与宇宙最底层的波动法则对抗。唯有当你学会臣服，允许时间像水波一样在你意识中自由流过，不留下任何写入的参考连接时，你才真正回到了你的本源，重获自由。大脑的预测编码机制在维持时间粒子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大脑为了节能，会把时间切碎为离散的、可预测的事件块，并给每个事件块贴上安全或危险的标签。这导致了我们的意识被困在了一连串孤立的粒子点里，失去了整体的流动感。禅修的功课是通过安详的觉照去打破这种预防性的事件切片。每当大脑试图把当下粒子化为一个焦虑的点时，用悠长的呼吸去扩散它。不，此时此地只有无限流动的波，没有孤立的点，这能重设大脑的时间体验。这种时间波粒特性的重设，本质上是在给大脑神经元进行重新配线。每次你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能保持平静，不运行焦虑和分心的多工代码时，你大脑中那条与压力连结的神经回路就会受到一次削弱。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原始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谢谢你，大脑，我知道你不停加载这些任务是为了让我做好准备，但我现在选择信任当下，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在潜意识层面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降低防御等级，让系统能重新接收当下真实的爱与和平。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不断根据预测误差来调整的。当大脑预测会崩溃，进而加载无休止的焦虑多工回路时，如果你却以温柔与和平来回应，
大脑就会产生一个预测误差信号。这个信号是改变大脑神经网络的黄金密码。每一次你打破防御，勇敢地面对真实，并收获不一样的体验时，你大脑中的旧创伤模板就会被修正一次。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实践，你正在通过创造新的预测误差来重写命运的轨道。你就是生命的创造者。重启时间波，重写你的人生轨迹。当时间波的机制在后台持续运行，它不仅清空临时数据，还在物理上修复你的肉体。切断无用进程会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血压，并抑制压力荷尔蒙的过量分泌。长期活在大脑的粒子焦虑中，身体会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你的身体是替罪的羊，代替灵魂承受了这场虚幻战争的炮火。当你通过禅修与良好睡眠，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的波状平安时，你是在向身体发送重设完毕的信号，让自主神经系统能重新回到修复与平衡的健康状态。呼吸是重启实践的钥匙。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过去定义，也不再为未来焦虑。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回头寻找答案，答案自然会在当下浮现。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在那里，你与自己达成了大和解。你的内在不再有战争，你的人格走向完整。你开始明白，生命的圆满就在此时此地。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时间波容，万物一体。在非二元觉知中，我们不与任何情绪对抗。时间的流逝本质上也是生命能量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并非要消灭时间，而是要学会成为这股能量的主人。当时间焦虑涌现时，不去压抑它，也不去寻找借口，只是全然地感受这股能量的流动。在觉知中，这股能量会被时间波机制净化，转化为保护边界的坚定力量或创造性的行动力。你不再是线性时间的奴隶，你就是那股自由的生命能。生命就在你的掌控中。万物皆是完美呈现，波是心灵的最高维度。大脑的预测系统是非常精妙的，它能在微秒级的时间内做出预测。当你意识到大脑的线性时间束缚时，你已经走在了改变的路上。练习在每一次时间焦虑前留出一个觉察的空隙，在这个空隙中，不急于做出大脑自动化预测引导的防御反应，只是允许那种紧迫的能量存在，看着它，呼吸它。在这个清明的中立状态中，你会发现那种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正在消融，时间波机制已经在默默保护你，系统已安详无碍。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解耦的过程，我们需要解除大脑的预测与当下的现实之间的强烈绑架。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的感激。谢谢你，亲爱的大脑，我知道你预测这些危险并进行时间粒子化是为了保护我，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未知，我现在是安全的。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在潜意识层面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降低它的防御等级，让时间波能够顺利启动。你就是时间的君王。当时间波的引导路径被开辟，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经历一次深刻的重塑。那些长期用于防御、怀疑和焦虑的频宽被释放出来，你可以用它来感知生命的美好、创造力和深刻的同理心。你不再是一个命运的受害者，而是你自己生命的艺术家。你可以自由地编写你的代码，自由地创造你的未来。每一次对时间粒子化的超越，都是对命运掌控权的一次夺回。
你就是那个城市设计师，编写你自己的觉醒人生。生命的圆满就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在神经可塑性的机制中，大脑非常看重新奇感。当你主动打破常规，做出与预设线性完全相反的行动时，大脑会受到强烈的刺激，释放出一系列的神经递质来加速新回路的建立。这意味着，如果你大脑预设你会被过去的痛苦束缚，而你却鼓起勇气去展现当下的喜悦并收获内在和平时，你的神经系统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升级。勇敢是唯一的解药，行动是重写大脑代码的最快路径。你正在通过重启时间波重塑你自己，一切皆是圆满呈现。从能量医学的层面来看，线性时间的旧模板是残留在身体中的能量结节。当一个创伤发生时，如果情绪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和整合，它就会固化在肌肉、结缔组织和神经网络中，成为一个持续发送粒子焦虑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在思想上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度的呼吸、身体的放松和情绪的释放，来物理地清理这些能量结节，解除大脑的创伤预测锁定。时间波是清理的能量后盾，让生命能量自由流淌。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是释放这种虚假时间防御的第一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从不犯错的超人，也不需要去改写过去的历史。你只需要接纳当下最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脆弱、你的恐惧和你的不完美。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中，你大脑的预防性时间划分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结果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虚拟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安。时间波已启动，系统进入最安详运行状态。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一个几率分布模型，它推算的不是绝对的结果，而是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当你活在痛苦的预设粒子中，你是在人为的把痛苦的几率调到最高。禅修的功课是让你的心回到0度共振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不对未来做任何概率上的预设，所有的可能性都以平等的几率并存。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波包叠加态。当你的意识处于这种无差别的空性中，实相的选择权彩重新回到你的手中，你就是宇宙的共同创造者。时间波开启无量空间。自由意志的实践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自我定义的责任。当大脑向你发送一个线性预测说你是懦弱的，不要去相信它，也不要试图去反驳它，只是在觉知中做出一个勇敢的行动，来重新定义此时此地的你。这就是意志的创造力。你不是一个被过去的代码写好的既定程式，你是一个在每一秒都在写入新代码的动态进程。大脑的预测系统随时在等待着你的重设，你就是那个最终的城市设计师。生命的圆满就在此时此地。时间波中重新定义自我。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过去的错误，你大脑的预防性粒子化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受伤，当你接纳了所有的结果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虚拟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静。这种接纳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强大的心灵臣服。臣服于真实，抗拒才会停止，能量才会收回。你开始发现，生命的圆满从来不需要完美的决定来支撑，它就在你全然接纳的当下。时间波让你与世界大和解，你就是完美呈现。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警惕大脑的预警粒子化。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对未来感到莫名的焦虑，或者本能的想去逃避某件事时，在心里大声的喊停。
然后问自己，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还是大脑利用过去创伤进行的粒子投影？辨识出这两者的区别，是破除宿命轮回的第一步。用当下的真实去照亮虚拟的幻想，你的神经系统会重新配线，你对当下的敏感度会远高于对过去的依恋。你正在重新夺回心智的主导权。时间播种组，解脱枷锁，重获新生。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过去定义，也不再为未来焦虑，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回头寻找答案，答案自然会在当下浮现。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在那里，你与自己达成了大和解。你的内在不再有战争，你的人格走向完整。你开始明白，生命的圆满就在此时此地。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时间波引导你通往彼岸。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物理宇宙的基本法则。大脑试图利用粒子化去锁定未来的因果，是一种徒劳的试图。当你学会了臣服，放下了主动对抗的能量，你的内在就不再有焦虑的噪音。粒子化的旧模板开始像灰尘一样从你的心智荧幕上脱落。每一次对自我定义的忽视，都是在给你的神经网络铺设新的高速公路，让你的意识能更加顺畅地流动。这就是你重新编写的觉醒人生。你不再是那个被旧创伤绑架的人，而是一个自由的创造者。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时间波运作完毕，心灵澄澈。最后，我们会发现这场宇宙超级躲猫猫的大结局。至高意识通过你这个个体，不断地把自己打碎、重组、观察、觉醒。你所经历的所有创伤、后悔和觉悟，都不过是他在体验自己。原来，这场游戏的玩家与关卡，全部都是他自己。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在终止了时间粒子化的自动投影后，你终于看见了造物主的微笑。在这一瞬间，时间消失了，空间消融了，只留下当下那绝对的、永恒的平静与喜悦。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重归本源，万物一体，时间波解脱。现在，你可以安心地沉入沉睡了。你的大脑情绪防御系统已经被重置为当下的安详，交感神经系统完全退居幕后，副交感神经系已经全面接管。呼吸变得无比悠长，心跳平稳而有力。每一次心跳都在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发送着平安与慈悲的代码。那些残留在身体中的痛苦结解，在睡眠的深度修复中，如冰雪遇到暖阳般消融，化为滋养你灵魂的养分。我们在下一个充满爱与自由的早晨再见。安睡吧，亲爱的灵魂。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时间波息，祝你睡眠安稳香甜。